提心吊胆。有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喝啤酒，我不小心就把那个啤酒洒在床上了。我当时下意识我就把被子盖上了，我不想面对，我很烦躁。我说怎么能这样呢？这么大个人连个酒都拿不稳，眼高手低。我说哎，谁骂我？感觉有我爸的声音。我说爸爸在哪儿呢？爸爸去哪儿了？爸爸在这儿呢。朋友们晚上好。呀，我是吴鼎。Ben。说实话，我小时候家里人对我期望很高，因为我爸读书的时候成绩非常好，所以他对我要求特别高，他要求我考试必须进前10。我的爸爸很严厉，考不好他就揍我。我的爸爸也很辛苦，我一直考不好。我初中毕业的时候，我爸已经是当地知名拳击手了。哎，进前10真的挺难的，你别说前10了，我活到现在，我拿过最好的名次是25名。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第1轮。你们有看过那个节目吗？有认识我的吗？我参加了2季呢，2季一共比了3轮，我录的时间还没他多，你知道吗？他录3天了，我2季一共15分钟，很难受。考试，关键是考不好要挨揍，我爸还要捶我。其实我不太害怕挨揍，你知道最恐怖的不是挨揍，最恐怖的是你知道挨揍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因为我爸不会立刻动手，他会先沉默一会儿，随机出手，突然袭击，你知道吗？偷袭。但是那段沉默就很可怕，因为场子太冷了。啊！哎，干啥呀？我这个人受不了冷暴力。暴力就得热热的，打在身上暖暖的。真的，每次我爸那个巴掌落在我屁股上的时候，我反而有一种踏实感，那种尘埃落定了。我爸每次一边揍我还一边说我，真的很烦。他说你就是没好好学，你知道你最大的毛病就是眼高手低。我其实挺生气的，我说眼高手低算什么缺点？我不理解。人不都是眼高手低吗？是哈，这好。手高眼低，那是星星。真不理解，很难受。就是那一次考不好还是不好好学，次次考不好还不好好学，我纯想挨打，我就贱，我外练筋骨皮，故意不学习。其实能理解，家长对孩子有期待是正常的，但是你如果有过分期待，就有点愚蠢。《西游记》里有一个妖怪叫九头虫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？就是他有一次派他手下的小妖怪奔波而霸去把孙悟空干掉。你就期待有点太高了，你让一个鲶鱼精去干掉孙悟空，相当于让我去挑战付航。反正都是被猴子打死嘛。很惨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，你们电视剧已经美化过了，我还去看原著里，孙悟空最后把那个鲶鱼精的嘴唇割下来，又送回给九头虫，他就是告诉他，你知道吧？就愚蠢。不要有太高的期待。但是说实话，我爸还是有优点的。我爸有一点，我爸有人性，有点人性，他通人性，挺不错的父亲。他打完我他愧疚，他会想马上补偿我。关键问题是他这个情绪衔接的太快了，我跟不上。他有时候刚前脚揍完我，后脚又回来了，他表情都没变过来。他看着我，他说：“走，去公园。”我说什么意思？没考好要活埋。他为了让我放松一下，他会挤出一个笑容。他说：“好害怕。”不是最喜欢去公园吗？你就感觉公园必须有圈套，必定有危险，可能坐摩天轮坐最高处，我爸就把门推开了。到家了。而且你去了公园，你也玩不踏实，因为跟他玩不到一块儿去。就是我爸太上进了，他会一边玩一边给你出题。就你玩碰碰车，他问你碰撞为什么会反弹，
你坐过山车，他问你人为什么不会甩出去？你划个天鹅船，他说我国航母为什么发展那么快？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烦人？你玩一会儿他出一道题，玩一会儿他出一道题，生怕你高兴。我爸是个防尘迷，他就会在你玩的最高兴的时候突然弹出来说：“来，把爸爸的头挪到正确的位置。”你提心吊胆玩了3个项目，做了6套卷子，就这一套下来，我爸觉得补偿到位了，他开始强行征求我的原谅，态度极其恶劣，就干拔。突然回头说：“打你是为了你好，知不知道？不能记仇吧？”我说：“不能。”那你爱不爱爸？我说：“爱。”他老跟小孩玩强制爱。我真的觉得我俩太不公平，爱和恨全由他操控。我现在快30岁了，我现在已经开始独立生活了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影响，因为我不太敢犯错，因为总感觉会挨骂，总是提心吊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喝啤酒，我不小心就把那个啤酒洒在床上了。我当时下意识我就把被子盖上了，我不想面对，我很烦躁。我说怎么能这样呢？这么大个人连个酒都拿不稳，眼高手低。我说哎，谁骂我？感觉有我爸的声音。我说爸爸在哪儿呢？爸爸去哪儿了？爸爸在这儿呢。就是你已经习惯了被责备了，你没有人责备你就自我责备。但其实我想想事情很简单，因为我观察了一下，我有洗衣机。你床单弄脏了就去洗床单嘛，对吗？考试没考好就去改错题，脱口秀不好笑就露宿街头嘛。我最近意识到这个自我责备的问题，我要减少情绪的消耗。我最近有一个妙招，就是以后你每次要自我责备的时候，你就对自己说：“你真棒，这特别棒，为什么这么棒？这么棒！”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吴鼎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宋木泽老师，谢谢舞蹈老师。吴鼎。音宗，我们是个音宗。对，查无音宗。吴鼎，爸爸看你脱口秀吗？我爸没来现场看过，但是他会去网上搜那个 report， 他会搜集各种差评，然后给我写一篇建议。网上的差评都是叔叔写的哈。对，就是他，全都是他写的，都是他写的。还有小号的叫波爸。然后那个就是说自个儿写了一堆那个就是意见，这么多。哇！对，来看。哇塞！这个是第1年上完节目，脱友谊第1轮淘汰，我爸给我发的啊。这几天看你的演员的节目，对你的表演有点建议。他会叠甲，他说如有帮助请借鉴，别的我不懂啊。那不懂还说，对，我就是感觉你的演出开头和结尾不够精彩，抓不住人啊。我觉得今天解决了已经啊。今天解决了。对，他还会提很多意见，他看网上搜了很多，他说我最近看网上的评价说黑灯脏话比较多，你可不能学。别人的也要借鉴。对，就是不要借鉴。哎，您父亲不会说，我最近看了宋木子的表演，发现他表演有点油，你千万不要跟他学习。但是已经有了呀。其实宋木子老师离近了看挺清秀的，是吗？哇塞，得离多近呢？就是往这个，只看耳朵眼儿。你有点油了，我。挺年轻的，你乍一看岁数大，你虽然油腻，但是年轻，青春油腻嘛，对。小鲜油。你刚才说，我其实特共情，是不是？就是我觉得中国很多像就是对于儿子来讲啊，都父亲都是特别严格那种。你爸从来没有跟你说过，说儿子咱们别这样，以后这样行。就是。但有一次，你知道我和那个叔叔正好相反啊。我爸呢是不怎么看我的表演啊，但我也不知道有一天哈，他突然就刷到了我一条视频。
我不知道是我妈给他看的，还是他同事给他看的。哦，当时出那个《宋公子之歌》的时候啊，我在江边拍那个 MV， 很抽象的啊，在那这搞那个东西，他整个刷完了以后啊，那天晚上我妈跟我说，她一宿没有睡着。他也在生。不是，他一宿没睡，第二天早上很早，他起来问我妈说：“儿子是不是脑子最近有问题？”他也不说发个信息问问我，他就自己在家这么睡不着，说他怎么能唱这种歌？哎，现在跟你爸本身就是说，有没有一刻感觉你爸承认你了，觉得儿子还真是不错？我有那种时刻，感觉我爸放弃我了，他想开了，不跟自己较劲了。他是个傻子也能很开心，因为他知道不管你走哪条路，他都能指导到你啊，对，都能给你发评价。条条大路通我爸嘛，那些都是过去了，现在不是专场也开着，什么的都挺好的啊。我也跳上了，现在。对呀，哎，是不是打开自己了？完全就打开了这个。行，不知道现在咋说跟家里。我其实做了很大的心理准备跳这个舞。啊，这是不是跳完以后感觉爽了一些？跳完以后感觉无所谓了，这辈子就这样了，还能怎么？我放弃了，自己也放弃了。对呀。哎，这么着，咱们问问观众朋友们，最后那一刻你真棒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燃起来了？那一瞬间。骗他们一下，假装我是今天的什么特殊任务发布人之类的，是吧？给自己搞一个身份。哎呦，幽默神君，朋友们好，欢迎今天的朋友们。老子好了，为什么你在这边欢迎我们？因为我是今天神秘嘉宾的助理啊，我们有一个提前的小测试，我们一会儿大家呢依次上台来啊，展现一段自己的舞蹈，到时候我们的嘉宾啊会一直在后面看着他的表现，会挑选几个人跟他一起进行一个舞蹈的表演。行，哎，好，非常好。哎呦，哎呦。跳吗？我不是会跳吗？哎呦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哎呦，这很简单吗？这不是，是吧？哎呦 ，Hello。哎，是拿点东西吗？哦，拿点特产，山西的面粉。这个醋是这个长康啊，长康嘞。因为啥？我妈跟我说啊，咱以前上节目是不是差事儿？哎，你这有摄像头，你干什么？特地给你带点家乡菜。因为啥？我观察了一圈，我感觉周老板你说话好使，但是他们也送我。那你这刀削面呢？避着点儿。那个啥，下回你别这样了啊！你啊！你别跟我客气，你别拿我当人，你吃，你别拿我当人，你这要。对我们说，我寻思那啥，以前参加节目不就差这个啊，没给送吗？这回是就拿这个考验干部，哪个干部经不起这样的考验？不是，咱还长处呢。咱长处。领导，你们先，我出有点事儿，我把人带上。事儿了，孙老板，我把人带上。你放这，完了啥能给办的办一办，能给使劲的使劲儿，轻轻松松。他是没有号是吗？没有号。这个不是这是童装吗？这是童装吗？啥童装？这是不是童装？这个？这怎么可能？让我穿刚好。是吗？太瘦了。这个适合思雨啦，这高腰线显得那个腿长。这叫小香风是吧？小香风。这个适合你。我也觉得这个适合我。是吧？你给我试一下来。扎，你穿这个很合适你。哎，真的铁汉柔情哎，再来一个这个吧，再来一个这个，走一个上吊风，有锥子脸了啊，这一下，腮帮子都没了，但是你要把这打开。我怎么感觉我只是长得不聪明，但其实我是有脑子的，你们能意识到这个？没有，好看，你有脑子，但非常好看。哎，这个真的显腿长啊。是的，这还显腿长。你要把这打开，腿长，腰线露出来，腰线露出来。对，平常走路就是。哦，没人敢惹你，我跟你说，没人敢惹你。是的。
宋木子讲过一个，他在澡堂子里头潜水，在澡堂里潜水，把头露出来。对面作为大哥，他估计潜水过去。老尴尬了，去泡澡，我感觉那个大哥好像是认出我来了，他就是描龙画凤的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就不敢跟他对视，我就扒一下，我就转过来，这特别僵硬，我说换个地方泡。我一回头，大哥不见了，然后就看那个水啊，就跟那个海豹似的，对，就是他那个又大，水又浅，你知道吧？那就就过来了，游过来了，给我吓完了。大哥的意思是不想打扰我，但是全场都知道他在打扰我，你知道吧？就是特可爱，就冒头出来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是吧？我说你是怎么的？我也看过你的表演，我就感觉像是在看海洋世界那个感觉。那我觉得你很开心，为什么会有这个？我很内耗，我前2天不是状态就很差吗？为什么昨天状态比较差？因为内耗到一定的极点了。你为什么会内耗？我们不是没上台，就是因为已经只剩我跟另一个演员没上台了，还有很多展现的机会的，但不想成为最后一名。没有，所以我只能直接点。我帮你垫底。你不会的，我一定帮你垫底。不会的。所以我前2天状态不好。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去怎么消化一些负面情绪？就是网络上带给你那些负面情绪。说实话，不太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喷哈。我觉得，而且还好哎。而且有时候觉得他们喷的理由很莫名其妙。是很莫名其妙。但我可能是性格原因哈，就是我忘得快，可能是我真的忘得快，我忘性很大。你们可以感觉我平时经常忘东西，经常有间断性发疯，就是这种情绪就发出去了。就是我不内耗，让身边人内耗。我觉得这样的人反而会成功，因为他很松弛，他不像那种拉得很紧的弦，一碰就断，他很松弛，所以他可弹性又更强。那么下面要上场的这一位呢，他是我们第一次登台，但是他在备战间已经恭候多时了。我一直以为没我呢，我就觉得有一种就是，被自己的那种自我否定给困住了的那种感觉吧。你觉得会有你吗？大概率没有。他上2次，我1次都没有。很脆弱的人，年纪大了就会容易流眼泪，有点技不如人的感觉。哎呀，没有啊，但是我都在想，要不然就算了。然后后面发现啊，原来有我呀，那我难过那么久，为啥呀？借小璐姐的喜剧之力，好运好运，接喜剧之神降临吧！有请我们的虎牙。Hello， 现场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哎，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虎牙，我今年30了，大家能看出来吗？你看今天观众情商就很高，你知道吧？我在后台给天一说，我说我今年30了，他说不止吧。但不得不说他眼光挺准的，我今年35了。对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发现人过了30岁以后啊，特别容易生病，而且有些病吧，它莫名其妙。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发现我自己长了个喉结。就喉结这个东西，我怎么跟大家讲啊？虽然它不痛不痒啊，但是这一次长的是喉结啊。下一次会长什么？真的很难说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喉结这个东西，它对我来说太陌生了，我完全不知道它有什么用。我冒昧的说一句啊，它不仅对我没用。他对在座95%的男生吧，也没什么用。他也就对王嘉尔那样的男人有用，对吧？王嘉
了，在那喝水，喉结上下翻涌，然后我说，哥哥。长在一般的男生身上真的没什么用，长在我身上就更加没用了。然后我就上网，我查了一下女生为什么会长喉结，给的理由也很扯淡。第一个说的是过分消瘦，很明显不是了，对吧？第二个说是青春期的时候激素分泌异常。实不相瞒呢，我离更年期更近一点。第三个就更扯淡了，他说遗传。他说如果你父母双方里面有一个人喉结特别明显的话，就有可能被遗传到。我认真问一下在座各位啊，有没有谁父母双方都没有喉结的啊？这都不是最让我生气的，最让我生气的是他下面有一行温馨提示。他说女生长了喉结不要过分焦虑，不要把注意力都放在喉结上面，可以适当去参加一些聚会啊什么的，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。我认真问呢，什么样的聚会适合一个长了喉结的女人参加啊？对吧？聚会上来的都是谁？我一个长了喉结的女的，另一个长得像 Mini Cooper 的男的，对吧？还有谁？鸭嘴兽吗？对吧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然后我就找了我的闺蜜，我就跟她讲，我说我好像长了个喉结啊。她说怎么可能啊？我说不信你摸一下啊。然后她摸了半天，问我说，哎，为什么你喉结不会动啊？我说，哎，对呀，为什么我喉结不会动啊？我是长了个死结吗？我，对吧？然后他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估计不是喉结，可能是个良性肿瘤啊。”我说：“真的假的？”他说：“也不一定，也有可能是恶性的。”让我去大医院检查检查，然后我就去了。去了之后，医生就跟我讲说，我这个大概率是甲状腺恶性肿瘤。我说：“哎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喉结呢。”是这样的，朋友们，你不要觉得我脑袋有病啊！是这样的，就是甲状腺恶性肿瘤，它是所有的恶性肿瘤里最轻的一种，切掉就好了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刚刚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险。买之前我仔细看了它的条款，只要确诊为恶性肿瘤，就能得到将近100万的赔偿。谁是穷人，显而易见了啊！我当时的反应跟你们一样，你知道吧？我说恶性肿瘤啊，将近100万啊！我想赌一把，你知道吧？真的，我都想问问医生，我说医生，你看我这个肿的这个脚踝这里有没有可能也是甲状腺癌啊？真的，我都疯了，你知道吧？但是啊，有个很尴尬的问题，就是这个保险它是有个观察期的。他必须要过了90天才生效，我病早了，然后我就跑回去问医生，我说医生是这样的啊，我的保险还没生效，根据你的经验，我能不能再过2个月再说？我想要这个100万。然后医生跟看傻子一样看着我，他说，如果你非要再等2个月，我建议你再买一个身故险，咱们风险对冲一下。我说，哎，有道理。他说你还当真了是吧？你赶紧住院动手术，不然转移就麻烦了。那没办法，我命里就是没这笔钱嘛，我就只能去住院动手术。当时我姑姑还特地来照顾我。我做完手术，从手术室推出来，麻药还没完全退，我躺在那已经可以听到身边的人讲话了。我就听到那个护士在跟我姑姑讲，她说病人麻药没退啊，你不要给他喂水啊。我姑姑说：“你放心啦，这是我亲侄女啊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。”我当时在想，我姑姑真的好爱我。过了一会儿，护士出去，我就听到我姑姑在我病床前自言自语，她说：“人怎么可以不喝水呀？”懂不懂啊？那个护士手术前就没喝了，你渴不渴？渴不渴？啊，不说话就是渴，是不是？
我当时麻药没退，动不了，也说不了话，我躺在那就在想，完了，我身故险受益人不会写了我姑姑吧？然后姑姑就把我扶了起来，开始给我喂水。妈，给大家科普一下，麻药没退是不能喝水的，会呛到，因为吞咽肌它还没恢复。然后护士听到我咳嗽，就赶紧冲进来。他看到我姑姑一脸慌张，一手扶着我，一手还拿着凶器。护士说：“拿，这是你们家属自己弄的啊！你不要到时候跟我讲是什么医疗事故啊！”我当时麻药没退，动不了，也说不了话。我躺在那在想，护士，要不先抢救我啊，护士。后来在我姑姑精心照顾下，原本3天能出院的我，大概住了半个月的样子。说实话，恢复的也还可以，唯一的变化就是比手术前稍微胖了一点。你们觉得我胖吗？哇！你看说不胖都是女生，你看那个男的，他心里在想：你心里没点数吗你？不瞒大家说，确实胖了一点，我比我手术前大概胖了30斤的样子。对，我以前很瘦的，很瘦，中分黑长直，郭碧婷吧，大概就是。哇！对，胖了以后，那些男脱口秀演员都叫我欢哥，每次都在我面前唱什么从头再来。其实说实话啊，就是做手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挺不自信的，也是做了脱口秀以后才找回了一点信心。我认真的建议各位跟我一样不自信的朋友都来尝试一下讲脱口秀，你知道吧？好不好笑另说，主要是你做了这一行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啊，丑人真多啊。但是都很可爱，谢谢大家，我是虎牙。虎牙，谢谢虎牙。哎，怎么着，宋木子儿？然后看了虎牙这个演出，感觉怎么样？口音亲切不？好亲切呀！哎，虎牙，你是什么口音？是广州那边还是广西的？哦，我是广东人，然后我的母语是客家话。对，你在后台跟我们聊天不是这个口音，然后。对，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主持人。我考了3次播音证都没考过，太好了，太棒了，太好了，应该的，显而易见啊，显而易见嘛。但我觉得有特点，对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对，不管怎么着，反正我觉得这是第一次演出，什么心情？看着大家都在演，一直没上台，好难受。我说是不是啊？你看着一个个就是不如你的人都上台演了。哎呀，开玩笑，错了，就是会很着急，因为观众都特别好，就很想上这样的舞台来演一演。观众朋友们看不见你着急呀，每天在家里头哇。虎牙这段段子其实是他在经历甲状腺癌之后的一个这种变化，这个确实你挺多很想跟观众分享。对，因为就是我当时生病之前呢，在很认真的工作，那一年也忘了去体检什么的。我说实话，听到癌这个字，我真的是本能的眼泪就出来了。我说医生为什么？我说我又不抽烟，又不喝酒，我也没有什么坏的生活习惯。他说很常见啦，就这种。他可能就是跟激素水平啊、压力啊、情绪啊，而且大部分女生都会比较内耗嘛，千万不要内耗，朋友们，你知道吧？千万不要内耗。对，哎，这一点真的就是特别可贵，因为我们下午跟各位这个新人朋友们去宋子上大师课的时候，大家都不好意思学就是那种对。你当时觉得怎么克服这一关呢？怎么后来变成你的特色了？就只要是你认定了，你上台就不要 care 大家的想法。是，而且其实我觉得宋子每次上台，他这些表演，他其实都是带着极大的善意的，虽然也带着恶心，但是对也不一定是吧？那个是副作用，善意的副作用。大家对我的善意比较大，现在对，观众是带着善意看的，这确实是好嘞，谢谢您，希望您永远健康，继续发光。特别好，我大儿子，非常等一会儿，我先来。
挺好啊。也许有人不认识虎牙，但是下面这位新人，你们更不认识。